剑术大师的儿子竟然拒绝学剑，却要用拖把杆当做自己的本命武器。全家人都以为他脑子出了问题，却不料他一棍便打翻了学剑10年的大哥。只因上一世他是用枪无敌的枪王，在以剑为尊的世界里，所有人都认为枪是百无一用的兵器，而他为了向世人证明枪才是百兵之王，更是凭借一把长枪平息了帝国100年的战乱。功成名就的他本该获得无上的荣耀，可因为功高盖主，却引来了帝王的猜忌，最终被皇帝派出的高手合力围杀。再次醒来时，他已经躺在了马厩里，看着自己稚嫩的身体，周围熟悉的环境，乔舒亚立即意识到自己重生回到了过去。此时复仇的火焰瞬间在他心中燃起，这一世他定要亲手改写故事的结局。然而正当他在心里盘算计划之时，突然出现3个男人打断了他的思绪。来人正是公爵府中的3名百夫长，因为乔舒亚私生子的身份，在前一世他们母子就经常遭到3人的欺辱，而如今带着记忆重生的他，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想到这里，乔舒亚紧闭双眼，脑海中努力回忆起前世凝聚魔力的方法。刹那间，一股强大的能量布满他的双拳，而此时的百夫长并没有发现他的异常，随即拿起木棍就要狠狠教训面前的小杂种。不料下一秒，乔舒亚却猛然睁开双眼，随即一拳直接打在百夫长的小腹。百夫长吃痛，立刻摔倒在地。眼前的一幕让其他2人瞬间傻眼，平日里的窝囊废，今天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来不及多想，另一人直接拔剑向他砍去。见状，乔舒亚立即躲闪，随后手中再次凝聚魔力，接着一拳狠狠打在对方脸上。沉重的一击让男人瞬间飞出足2米半。然而此时的乔舒亚身体已然发生了异常，因为现在的身体太过弱小，所以很难承受过多的魔力在体内运行。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许他后退半步，随即便一步步逼向最后一人，并表示让他给其他人带个话，如果再有人敢欺负他的母亲，他就会亲手把那人送进地狱。此时的男人已然被乔舒亚的气势吓破了胆，随后便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见到自己的计谋取得了成功，乔舒亚再也无法强撑虚弱的身体，随即便摔倒在地面昏死了过去。此时另一边的公爵府内，刚刚逃脱的男人正在向公爵大人汇报此事。公爵大人听后也觉得此事难以置信，因为百夫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气势，怎会被一个9岁的孩童赤手空拳打翻在地？可细想此事也并非绝无可能，如果他使用了魔力的话，那么这一切也就能说得过去了。然而此时一旁的护卫却极力否定了他的想法，因为纵观整片大陆，从没有人在9岁就能把魔力运用到实战之中，就连身为5大骑士的公爵大人，也是在16岁才觉醒了魔力。闻言，公爵沉默半分，随即表示只有见到当事人才能了解真相，并且自己也该和这个陌生的儿子见上一面。与此同时，公爵府的走廊内，乔舒亚凝视着帝王的画像，心中复仇的种子越发生芽。然而此时的他却没注意到，一名少年已经来到了他的身旁。见乔舒亚没有理会自己，少年顿时怒火中烧，随即便想教训一下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乔舒亚竟然直接抬手接下了他的拳头，强大的握力瞬间让他疼痛难忍。然而正当他想再次发起进攻之时，一道严厉的声音突然打断了2人的争斗。来者正是公爵府的主人阿格诺大人。见到公爵出现，少年立即俯身跪拜。原来少年正是公爵的大儿子巴贝尔，14岁就觉醒魔力的他，是所有人眼中独一无二的天才少年，所以公爵大人也自然要把他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此时公爵转头看向自己的小儿子乔舒亚，表示要亲自确认他是否觉醒了魔力。闻言，乔舒亚倍感紧张，因为如果被父亲发现异常，那么自己的复仇计划就有可能会泡汤。然而这时公爵却上前一把抓起他的手腕，好在他及时抑制住了体内的魔力，公爵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魔力的存在。但阅历无数的公爵明显感觉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即表示让乔舒亚先留在公爵府中生活，并吩咐自己的护卫传授他一些骑士技能。与父亲分开后，乔舒亚立即来到了公爵府附近的森林，并在一处魔法阵前停下了脚步。随后咬破自己的手指，将血滴在魔法阵上。下一秒，面前便出现了一道传送门。见状，乔舒亚立即起身向传送门中走去。传送门内则是另一个世界，一座高耸的神殿屹立在废墟尽头。而在神殿的中央，祭台上赫然摆放着一根黑色的铁棍，那正是前一世与他并肩作战的神兵洛奇亚。而现在的铁棍则是洛奇亚的最初形态。当他拿起铁棍的一刻，刹那间空气中的魔力凝聚到他的体内。此刻的乔舒亚瞬间找回了曾经战场上的感觉。从这一刻开始，他的复仇之路将正式开启。当他回到公爵府后，父亲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场对练测试，对手则是他的大哥巴贝尔。在父亲的要求下，巴贝尔在武器架中抽出一把木剑，而乔舒亚则是走向一旁，拿起一根拖把。
下一秒便一脚踩断拖把头，只留了根棍子。见状，众人笑得直拍大腿，以为他是脑子出了问题。就连一旁的父亲也是露出了怀疑的表情，而他则对父亲表示有这个就够了。见到乔舒亚坚定的表情，父亲也默许了他的选择，只是交代二人在战斗中不允许使用魔力。随着对练的开始，巴贝尔率先提剑发难，却不料迎面撞在了乔舒亚的棍子上。见状，他急忙躲闪，随后再次举起木剑朝着乔舒亚的腰间砍去。谁料这一剑非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被乔舒亚一棍打伤了手臂。不信邪的巴贝尔想要再次进攻，不料下一秒却被对方一棍捅飞。落入下风的巴贝尔气急败坏，随即便想破坏规则，使用魔力。见状，公爵赶忙想要阻止，可大厅中央已然爆发了一阵能量波动，巴贝尔的木剑也被能量震得粉碎。可想到自己的继承权会因此受到威胁，巴贝尔彻底陷入疯狂，直接拔出佩剑就要杀掉自己的弟弟。而此时的乔舒亚也觉得这是个一战成名的好机会，随即直接上前与其正面碰撞。见状，公爵立即大声喝止，强大的威压让二人瞬间动弹不得。气愤的巴贝尔也在此时冷静了下来。此时一旁的骑士已经被乔舒亚的实力惊掉下巴，就连巴贝尔的未婚妻心里也产生了动摇，要是能嫁给眼前这个小少爷就好了。此时父亲缓缓走到乔舒亚身前，并表示要他去房间单独询问一些问题。此话一出，旁人皆是一脸震惊。要知道公爵大人从不允许别人进入他的房间。待跟随父亲回到房间后，父亲则是直接问起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而乔舒亚却一脸严肃地回答自己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多年未见，所以父亲并不知道他最近几年的变化。听到此话，公爵也才打消了疑虑，随即表示要亲自指导他练剑。身为9大星辰的父亲，剑术也在帝国之内位列前5，跟他学习剑术是无数天才梦寐以求的事情。可乔舒亚却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因为他并不想学习剑术，而是想把长枪作为自己的主武器。不料这一举动却瞬间惹恼了父亲，下一秒强大的威压便向他喷涌而来，威压带来的震慑力让他难以招架。可为了表明自己练枪的决心，乔舒亚并没有就此屈服，而是逼出体内的全部能量，使出上一世史诗级的威压与其对抗。这也让父亲终于默许了他的选择。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通过皇家骑士团的考验，否则就会把他送去学院学习剑术。闻言，乔舒亚立马答应下来。可此时他却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自己那恶毒的继母也是皇室中的成员。而此时的继母听说自己的亲儿子被击败，直接甩给侍卫一记耳光。他不能接受一个废物的魔力比自己儿子还强。这时侍卫表示还有解决的办法，随即便向他提起皇家骑士团的考验。闻言，继母瞬间想到自己在骑士团中的伯父，如果能让伯父在对练中做些手脚的话，让其直接死在试炼场也并非没有可能。另一边，刚睡醒的乔舒亚从床上爬起，近几日频繁使用魔力让他弱小的身体有些虚弱。而此时一阵敲门声却从门外传起，开门一看，竟是一个红头发的女孩。记忆中女孩名叫夏罗，是帝国首富的千金，同时也是自己大哥巴贝尔的未婚妻。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女孩便向房中走去。见状，乔舒亚直接一把将其拦住，并凑到女孩耳边让她赶紧滚蛋。说罢便直接把女孩关在了门外。然而就在乔舒亚刚关上房门时，敲门声却再次响起。闻声，乔舒亚愤怒不已，这丫头难道听不懂人话吗？可当他怒气冲冲地打开门时，门外却站着一名年轻的骑士。当见到乔舒亚后，骑士直接表明自己想成为他的侍从。闻言，乔舒亚先是一愣，随后想到前世为了避免帝王猜忌，几乎拒绝了所有招募下属的机会。可如今为了完成自己的复仇大业，把有实力的人招入麾下还是很有意义。在他印象中，这名 C 级骑士名叫凯因，为人正义忠诚，前一世是巴贝尔身边的侍从。然而如今他却要投到自己的门下，乔舒亚自然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人才。随即他便吩咐给凯因成为侍从的第一个任务，那就是把府中所有百夫长全部召集到演武场。看到凯因与乔舒亚的出现，众人纷纷疑惑把他们召集于此的目的。这时乔舒亚径直走到众人面前，表示今天的训练将由他来指挥。听到此话，众人皆是一脸震惊，随后嘲笑起少爷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孩子，怎么能有资格来指导身经百战的骑士。闻言，乔舒亚并没有多做解释，而是拿起长枪直接走向众人身前，随即枪头指向其中一名百夫长，表示要他出来跟自己单挑。闻言，百夫长二话不说，直接拔剑发起进攻。见状，乔舒亚立刻举枪予以回击，下一秒强大的魔力便将百夫长击飞数十米远。刚才还一脸自信的百夫长就此失去了生命体征，众人皆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冷汗直流，随即纷纷跪倒在地，对他俯首称臣。至此，乔舒亚也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在骑士团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而一旁的凯因也感叹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主意。另一边，被赶走的夏罗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为首富千金的他，从未遭受过如此委屈。此刻的他满脑子都是乔舒亚赶走自己的画面，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竟遭到他如此厌恶。然而得知自己的未婚妻遭到羞辱，巴贝尔再次找到乔舒亚向他发起挑战，但乔舒亚却表示没有时间与他纠缠，自己正赶着去参加皇家骑士团的考核。
可正在气头的巴贝尔却对此不依不饶，没办法，乔舒亚只能决定再教训他一次。随即他直接朝着巴贝尔挥出一拳，下一秒强大的魔力便从拳中倾泻而出。见状，巴贝尔赶忙横剑格挡，但强大的魔力还是让他身负重伤。见对方已经受到重创，乔舒亚本想就此罢手，可不想对方却再次挥动铁剑直接向他砍去。见状，他也不再手下留情，直接一拳将巴贝尔打飞数十米远，随后径直走到对方身前，表示以后别再随便来找自己的麻烦。说罢便转身前往骑士团的考核。而此时的巴贝尔也终于看清两人的实力差距，老婆被人欺负，自己却找不回场，随即便委屈的哭了。与此同时，皇家骑士团也已经入城，超长的车队更是让众人冷汗直流，惊呼一场普通的考核为何会有这么大的阵仗。而此时马车上缓缓走出一名少年，来者正是帝国的四皇子，同时也是前一世乔舒亚力保推上皇位的君王。因为听说乔舒亚9岁就觉醒魔力的事情，皇帝特意派他来见识一下这个新崛起的天才少年。看到前世的仇人出现在自己面前，乔舒亚顿时气血沸腾，如果不是现在这副身体不足以驱使全部的能力，他真想立刻将对方手刃于此。见乔舒亚没有任何反应，一旁的随从立即上前要求他对皇子行礼，而乔舒亚则表示只有帝王才有资格接受骑士的跪拜。闻言，皇家骑士团立即摆出攻击阵型，公爵府的骑士见状也直接拔剑与其对峙。正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公爵立即出面阻止了这场闹剧的发生。见到公爵大人已经出面，皇子也不好继续刁难，随即便带领众人走向演武场。随着众人的落座，考核正式开始。因为之前继母与皇室的大伯打好了招呼，所以原本与乔舒亚对练的人选已被全部暗杀，而如今站在演武场上的人则是继母安排的 B 级骑士佐科。此人心狠手辣，做事从来不留余地，而他此次接到的任务便是在对练中直接把乔舒亚打飞。此时佐科已经把魔力覆满了整柄长剑，心里盘算着如何折磨眼前的小家伙，可不想乔舒亚却先发制人，一棍差点将其捅翻在地。仓促招架的佐科瞬间意识到面前的少年并不简单，随即便使出全力向对方挥剑砍去。然而长枪的距离优势也在此刻全部展现，奈何他使出全力也无法对其近身。此时看台上的观众也被乔舒亚的枪法所折服，谁料一直被压制的佐科突然气急败坏，竟然凝聚 B 级以上的魔力向乔舒亚全力挥出一剑。见状，乔舒亚赶紧举棍格挡，但受限于9岁的身体还是被打得口吐鲜血。可占了便宜的佐科并没打算就此罢手，而是再次举剑朝他发起进攻。下一秒，巨大的能量在场中爆裂开来，待烟雾散去后，眼前的一幕让众人瞬间傻眼。只见佐科倒退了数米之远，而乔舒亚手中的铁棍也现出了本来的面目。万枪之王洛奇亚再次回归，即便如此，佐科仍旧没打算停止进攻。然而此次的主考官却及时出现，宣布考核结束，并赋予了乔舒亚 C 级骑士的称号，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魔力觉醒者。当晚的公爵府会议中，众人皆对乔舒亚今天的表现赞不绝口，纷纷表示他是继承公爵之位的最佳人选。就连一向严谨的公爵大人也露出了笑容。而此时支持巴贝尔的戚风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表示乔舒亚在几天前还是个被遗忘的废人，如今突然强大，一定是借助了某种魔物的力量。此话一出，会议室里众说纷纭。见自己的话产生了效果，戚风继续指出乔舒亚在对练中使用的武器，明明只是一根铁棍，却可以自由变换形态，这还不足以说明那是一把魔器吗？然而这时乔舒亚却一把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随后径直走到戚风身前，表示既然他这么想知道自己是否借助了魔物的力量，只需跟他打上一场不就知道了吗？闻言，戚风暗暗咬牙，心里暗骂乔舒亚太过阴险，如果真的与他这个少爷交手，自己不但会背上背主之名，更有甚者可能会惹来公爵府中的众怒。此时公爵大人突然开口阻止了二人的争吵，表示自己的儿子如果真的使用了魔物，怎么能躲过在场皇家魔法师的眼睛？既然专业的魔法师都没意见，那么乔舒亚的实力就是毋庸置疑的。听到主上已经表态，一众家臣也跟随附议表示赞同。然而此时巴贝尔却再次推门闯入，在拜见过父亲后，随即表示自己希望空出继承人的位置。闻言，公爵一脸震惊，难道这小子是被自己的弟弟一棍打傻了吗？而巴贝尔却解释说，只是想遵循家族的规则，堂堂正正的靠实力去竞争。听到此话，公爵也是一脸欣慰，瞬间觉得自己的2个儿子都长大了。与此同时，公爵夫人的房间内，戚风将此事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了继母。听闻这一消息的继母顿时火冒三丈，随手便打翻了桌上的酒瓶。本来想在考核中除掉乔舒亚的计划失败就已经很头疼，现在自己的儿子又闹出这样的妖魔。想到这里，继母立即威胁起了戚风，要求他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将乔舒亚赶出公爵府，否则就会把他俩之间的秘密亲自告诉公爵大人。闻言，戚风立即紧张起来，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而此时的乔舒亚跟随父亲回到了房间，父亲表示为了对他做出磨练，会带他一同出征讨伐魔物。说罢便拿出一枚魔戒递到他的面前，表示这是魔塔主亲手打造的魔器，只要将魔力注入魔戒，使用者就会瞬间穿上盔甲。得到魔戒的乔舒亚如获至宝，随即便赶往车队，准备与
父亲一同出征。然而这时皇子却突然出现，拦住了他的去路，表示自己非常欣赏乔舒亚的实力，希望他可以加入到皇家骑士团中。听完此话，乔舒亚只觉一阵反胃，上一世就是被他虚伪的话术所蒙骗，导致自己舍身相助却被暗中处死，如今重活一世也该轮到他被自己摆过。想到这里，乔舒亚直接拒绝了皇子的邀请，随即转身离开，加入了父亲的马队。经过了2天半的昼夜赶路，终于到达了黑魔森林邻近的领地。听闻公爵大人亲临，胖子领主立刻带着自己的女儿出来迎接，谄媚的样子也让众人感到很是厌恶，就连他自己的手下也对他嗤之以鼻。这时胖子注意到了公爵身旁的乔舒亚，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少年。戚风悄悄告诉他，这是公爵大人的私生子。听到乔舒亚并不是完整的贵族血脉，胖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转身对着乔舒亚骂了声肮脏的家伙。公爵见状也懒得跟他废话，随即表示让他赶紧带路前往讨伐帝国。当到达目的地后，众人立即商讨起对付魔物的计划。而此时的乔舒亚却偷偷一人进入黑色森林，因为那里有一种蕴含着太古之力的魔石。太古石的力量可以让吸收者的魔力直接提升2级，但这种魔石极为罕见，直至他重生之前也只有5块被人类发现。而他现在就是要抢在所有人之前找到这种魔石。可刚进入森林就遇上了体型巨大的黑魔巨人，以现在9岁的身体，乔舒亚自然不是巨人的对手。幸好他想起前世暗杀王教给他的丙烯法，这才堪堪躲过巨人的追踪。随后继续走向森林内部寻找太古石。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营地已被魔物侵入，仓促应战之下，骑士团死伤惨重。这时身为骑士团长的戚风站了出来，及时梳理阵型，才让队伍重新走上正途。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强大的黑魔巨人也在此时出现。作为队伍中的唯一一个 B 级骑士，戚风也只能硬着头皮与巨人对战，但仅接触一个照面便被巨人一锤击飞。其他骑士见状赶紧逃命。千钧一发之际，身后出现了一个身影，来者正是身为帝国9大星辰的公爵大人。二话不说，直接走向怪物身前，随即挥出一记千人斩，霎时间数百只怪物直接原地蒸发。这时胖子注意到乔舒亚不见了身影，随后立即向众人挑拨离间，说乔舒亚为了活命已经跑路。闻言，众人纷纷陷入议论之中，没想到被给予众望的小少爷竟然如此不堪。然而此时的魔物还没有停止进攻，骑士军团再次陷入危机之中。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天空突然电闪雷鸣，只见一名少年从天而降，来者正是已经吸收雷系太古之力的乔舒亚，仅仅一棍便让黑魔巨人倒地不起。见此一幕，众人皆是一脸不可思议，一个 C 级骑士竟然能有如此强大的魔力，而公爵大人却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果然他的儿子没让自己失望。这时胖子突然指向乔舒亚，表示这小子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否则怎么会突然有如此强大的魔力。闻言，乔舒亚并没有多做解释，而是打算亲手向众人证明自己的实力，随即便再次孤身冲向魔物大军，凝聚全身之力挥出一道雷暴，刹那间2只黑魔巨人同时飞出2米半。见状，胖子也是跪倒在地直呼不可。然而超高的战斗强度已让乔舒亚精疲力竭，尽管强撑着身体，却无法再次使出魔力。而此时的公爵也注意到事情不对，随后立即上前挡在乔舒亚身前，清空魔物后抱起自己的儿子离开战场。带回到城堡之后，胖子领主立即叫来了骑士团长戚风，并质问他为什么没能早点把乔舒亚铲除，如今却让大少爷的继承之位都受到了威胁，就连他的领主地位也要不保。而戚风则解释，因为事发太过突然，毕竟前不久乔舒亚还是个在马厩里打杂的废人，谁也没想到他居然隐藏着此等天赋。此时胖子指出，乔舒亚之所以能突然崛起，很可能是和高层魔族缔结了某种契约。闻言，戚风立即说道，这不可能，因为乔舒亚的能力是公爵和皇家当面确认过的，而且自己当时也在场，根本就没有感受到魔气的存在。然而此时胖子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表示他是否与魔族缔结契约并不重要，只要家族的人都这样认为就够了。戚风闻言瞬间明白了胖子的意思，归根结底他也是个稚嫩的孩子，只要到了帝国学院，自有对付他的办法。与此同时，乔舒亚也恢复了身体，正与自己的侍卫准备去参加晚宴。而此时，一名管家突然出现，将他拦了下来，表示继母已经单独为他准备了饭局，并且他的母亲露西亚也正在饭局之中。闻言，乔舒亚立即明白继母没憋什么好屁，立即转身前往会宴厅。见到母亲，乔舒亚立即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而戚风则是上前要求他向继母行礼。闻言，乔舒亚眼神立即变得凶狠，戚风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而善良的母亲却阻止了乔舒亚的行为。这时继母却突然摇响了手中的铃铛，下一秒一众仆人便端着山珍海味走进房间。看到桌上餐盘的摆放位置，乔舒亚立马明白了继母的用意，但还是听了母亲的话，坐到他的身边。随后继母表示把他们母子2人找来只是为了拉近关系，并且为了准备这桌饭菜特意去打听过露西亚的口味。
闻言，卑微了一辈子的露西亚瞬间感到受宠若惊，随即便插起一块烤肉准备送入口中。见状，乔舒亚直接起身打断母亲，随即表示这么多山珍海味，他们母子二人也吃不完，不如继母过来跟他们一起享用。闻言，继母瞬间尴尬起来，赶紧表示自己正在减肥，不能吃这些大鱼大肉。此时乔舒亚也不再掩饰，直接询问是为了减肥还是怕太厉害。见事情败露，继母也不再掩饰，立即吩咐戚风将他们母子二人除掉。乔舒亚见状，也直接召唤出自己的神兵洛基亚，双方强大的魔力瞬间交织在一处。而在此时，公爵突然出现，喝止了二人的争斗，随即冰冷的目光立即投向戚风，质问谁给他的胆子敢对少爷出手。面对公爵的压迫，戚风一身冷汗。见此情况，继母立刻站了出来。身为从皇室下嫁到公爵府的夫人，她内心对公爵大人没有丝毫畏惧，直接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的意思。见状，公爵先是把乔舒亚母子送出宴会厅，随即便开始了夫妻二人的争吵。继母直接表示，公爵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家族，而她也并非自愿嫁到公爵府，所以对她来说，儿子就是自己的一切，她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自己儿子的地位。闻言，公爵突然露出凶狠的表情，直接表示，如果有人敢损害家族的利益，不管是谁，他都不会轻饶。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乔舒亚正准备同父亲前往都城的帝国学院，而此时一道声音却从后方传来，来者正是帝国首富的千金夏罗小姐。只见她绕过车队，直接跑到乔舒亚跟前。见状，乔舒亚一脸疑惑地问她要干嘛，而夏罗则是从身上拿出一块金色怀表，表示这是自己家族的专有信物，希望他到了都城以后可以去自己家里做客。这一幕立即引起了其他骑士的注意，纷纷开始猜测起二人之间的关系。见状，乔舒亚顿感不妙，赶紧接下怀表，便通知马队出发。经过2天半的昼夜赶路，一众人马终于抵达了都城所在的住处。待安顿好行李过后，乔舒亚对侍卫凯因表示自己要出去办点事情。然而凯因却是露出了一脸担忧，因为乔舒亚是第一次来到都城，所以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会很容易迷路。闻言，乔舒亚只是一笑，身为重生者，他前世在都城生活了几十年，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里的环境。趁着夜色，乔舒亚只身来到了一处酒馆门前，这里是世界第一情报组织隐藏在都城的分部，就连皇帝都不知道皇城中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正当乔舒亚准备推门进入的时候，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叫住了他：“小朋友，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见状，乔舒亚立即说出了情报组织的专属口令。闻言，男人表情先是一愣，随后恭敬地上前为他带路。见状，乔舒亚立即意识到自己找对了地方，在重生之前，他有太多事情还没能解决，而为了不暴露自己重生者的身份，委托情报组织为他寻找线索是最好的选择。跟着男人的脚步，二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地下密室，而男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则直接叫出了乔舒亚的真名。原来进入密室前的10几分钟里，情报组织已经把他的身份查得一清二楚。听到这里，乔舒亚一阵惊叹，月之门不愧是世界第一的情报组织，不过这也让他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环节。随后便直接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需求。乔舒亚此次前来是为了获取2样东西，一个是已经被灭门的奥里斯家族的传家之宝，还有就是关于战神格雷斯的全部信息。前者是可以让他能力大幅提升的珍宝，而后者是在他重生之前毁掉他整个家族的仇人。闻言，男人表示这些都不在话下，不过要先听听他可以给出的筹码。而乔舒亚则早已准备好了应对之策，随即表示自己知道月之门的内部传说，那便是埋在拉沃夫江里的红色硬币。如果男人可以帮他获取他所需要的情报，他便会在3年之内帮男人找到那枚硬币。闻言，男人为之一振，这可是组织寻找了数十年的信物，如果乔舒亚真的可以帮他找到的话，那他一跃成为月之门的首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这里，男人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乔舒亚。调查持续了2个月之久，男人终于带着传家宝的消息找到了乔舒亚。因为这件东西辗转过很多人之手，所以调查信息耗费了许多时间。然而正当乔舒亚想要查看情报之时，一个声音却突然将他打断，来者正是父亲的朋友列夫伯爵。在乔舒亚的记忆中，列夫伯爵是最不像贵族的贵族，他对待平民时也会一样彬彬有礼。在打过招呼后，列夫向乔舒亚介绍起自己的女儿。然而此时门外却走来一名不速之客，那是都城内最出名的纨绔子弟贝伦少爷。因为他的父亲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整个都城的人在他面前都要点头哈腰。贝伦眼神打量起眼前的女孩，女孩的容貌很快便让他动起了歪心思。见状，列夫伯爵赶忙出面阻拦，但不可一世的贝伦根本没把列夫放在眼里，随即一把推开伯爵，便要强行带走女孩。女孩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轻，而在此时，乔舒亚却冷笑一声走了出来。没想到维拉斯侯爵的儿子竟然是这种货色，想必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操心致死吧。闻言，贝伦顿时火冒三丈，仗着父亲的权势，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么说话。但乔舒亚却并不打算给他父亲面子，直接一拳把他打丢2.5颗牙。一旁的侍卫见势不妙，立即拔剑朝着乔舒亚砍去。谁料一剑下去，乔舒亚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反而随手挥出一拳，直接将侍卫打翻在地。这一操作瞬间惊呆了一旁的众人，没想到身为 B 级骑士的侍卫竟在乔舒亚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但此时的乔舒亚却并没打算停手，而是再次走到了贝伦面前，打算帮他父亲好好教育一下这个不省心的儿子。然而刚才被打倒的侍卫却突然跪了下来，表示自己愿意废掉一条手臂来抵罪，只求他能高抬贵手放过自家少爷。闻言，乔舒亚瞬间陷入沉思，脑海中想起前世为了保护自己而付出生命的侍卫，此时看向眼前的男人，不禁惋惜这么忠心的骑士却跟了一个这样的主君。想到这里，乔舒亚也不再刁难，随手一把扯下贝伦脖子上的家族环戒，并表示如果想拿回环戒的话，就让贝伦自己来找他。说罢便带着侍卫转身离去，而刚刚被调戏的凯瑟琳却突然追了上来，随后为乔舒亚帮助自己脱困表达了谢意，并希望他在空余时间可以去到自己家里做客。闻言，乔舒亚再次陷入了沉思，因为身为重生者，他深知女孩的可怕之处，在多年后他会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冰之魔法师。看着眼前温文尔雅的少女，他很难跟记忆中那个冷血的杀人狂魔联系到一处。另一边昏迷了2天的贝伦也终于清醒过来，看着镜子中被打破相的脸，发誓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家，随即便吩咐侍卫立即把乔舒亚带到自己面前。闻言，侍卫直呼自己甘愿受罚，因为经历过毒打的他深知乔舒亚的可怕之处，他可不想再去招惹那个可怕的怪物。见状，贝伦直接一脚踢了上去，表示他如果不按照自己的吩咐行事，就会向自己的父亲告状说他对家族不忠。而此时的侍卫却是一脸淡定，随即说道：“少爷，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如果老爷知道你弄丢了家族环戒，想必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而此时贝伦终于发现自己的环戒不见了踪影，只能恳求侍卫帮他想想办法。此时另一边的餐厅内，乔舒亚正与凯因讨论着自己的入学计划，下一秒面前却突然出现一个光头的男人，来者正是贝伦的心腹巴姆男爵，而他此行的目的则是向乔舒亚讨要贝伦的环戒。看到男爵的出现，乔舒亚并没有感到意外，而是将眼神扫向男爵手上的戒指，那正是自己正在寻找的奥比斯家族传家之宝。在月之门提供的情报中得知，这件宝物一直戴在巴姆男爵的手上，所以他才故意抢走贝伦的家族环戒，目的就是为了引出男爵并与他达成交易。想到这里，乔舒亚表示可以将贝伦的环戒交给他，不过他也要留下自己手上的戒指作为交换。闻言，男爵心中虽有不舍，但为了讨好贝伦少爷，还是答应了乔舒亚的要求。得到戒指的乔舒亚如获至宝，然而一旁的凯因却是一脸不解，不明白少爷为什么对一个俗物如此感兴趣。闻言，乔舒亚便给他讲起了这枚戒指的来历。此戒名为精灵的眼泪，是精灵族为了报答奥比斯家族守护的馈赠，它可以为佩戴者提供强大的魔法屏障，因为只有精灵语才能激活其中的能量，所以至今为止都没人能发现这枚宝物的价值。如果他的母亲可以戴上这枚戒指的话，那么就再也没人能轻易伤害自己的母亲了。听完乔舒亚的解释，凯因依旧一脸不解，表示精灵语早已失传多年，就算少爷得到了戒指，也无法激活其中的能量。闻言，乔舒亚并没有多做解释，而是随口吟唱出失传多年的精灵咒语，下一秒戒指中便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见此一幕，凯因瞬间镇住，没想到自己的主君竟然还有这种天赋。此时城堡的另一边，胖子领主神情一脸呆滞地坐在椅子上，而他的女儿正与一名神秘人进行交谈。原来女孩名叫艾娜，表面人畜无害的她在数年后是帝国首席的精灵使。胖子也并不是艾娜真正的父亲，而是他摆在明面上的一枚棋子。他真正的父亲正是乔舒亚苦苦寻找的战神格雷斯，此人在数年以后精心策划毁掉了阿格诺家族，并亲手杀害了乔舒亚的父亲，而乔舒亚的大哥巴贝尔也正是死于艾娜之手。此次神秘人正是为了乔舒亚才找到艾娜，因为乔舒亚的突然崛起很可能会打乱他们的计划。然而对此，艾娜却表示不用太过担心，她会亲自前往帝国学院处理这件事情。很快，时间过去了2个半月，已满10岁的乔舒亚也顺利进入了帝国学院，并且在宿舍内结识了2名室友。而身为重生者的乔舒亚则对2人的未来了如指掌。面前的紫发少年名叫吉巴，是道格拉斯家族的私生子，在几年之后会觉醒极强的魔力天赋，成为震惊整片大陆的天才少年之一。而另一位银发少年名为伊卡，是哈维斯男爵领养的孩子，在数年之后被大皇子发掘了天赋，一举成为了帝国中首屈一指的战略家。但由于2人都不是正统的贵族血脉，所以在学院内遭到了其他贵族子弟的各种排挤。而乔舒亚现在要做的，则是在2人的天赋被发掘之前，将他们拉到自己阵营。然而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其他贵族子弟的不满，仗着自己家族的权势，将他们堵在了学院的走廊。带头的少年名为马鲁，父亲是5大剑士之一的布伦斯坦伯爵，平日里经常以打压低等身份的学生为乐。而乔舒亚的2名室友正是他欺辱的对象之一。此时马鲁一脸讥讽地看向乔舒亚，表示能与养子和私生子交朋友的人，看来也不会是什么好货色。闻言，乔舒亚并没有过多计较，因为来到都城，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此时的伊卡却上前与对方理论起来，
他不允许马鲁这样侮辱自己的朋友。然而对方根本没把他这个养子放在眼里，直接一拳将他打翻在地。见同伴受到欺负，吉巴赶忙上前阻止，可不料换来的却是相同的待遇。看到两名室友因为自己遭到羞辱，乔舒亚再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强大的杀气瞬间让对方冷汗直流。然而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却突然将他叫住，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四皇子已经来到他的身后。见到四皇子出现，众人立即俯身跪拜，而此时的四皇子却并没有理会众人的跪拜，反而亲切地与乔舒亚打起了招呼。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众人对乔舒亚身份的猜测。得知这一消息的贝伦也很是震惊，立即吩咐自己的侍卫去查清乔舒亚的背景，带着指令侍卫立即来到了月之门打探消息，随即向情报人员描述了乔舒亚的特征，并表示钱不是问题，只要获取那个孩子的相关情报。可男人却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了侍卫的要求，并表示那孩子是月之门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他出多少钱也不会向他透露一点信息。闻言侍卫直接愣住，没想到自己还是低估了那孩子的背景，居然连月之门这样的组织也要对他的身份进行保护。另一边，乔舒亚已经开始了来到学院的第一堂课。在这个以剑为尊的世界里，课堂上的内容不出意外的也是以剑为中心，老师一一列举了帝国中的剑术大师，其中也包含了当今的皇帝和乔舒亚的父亲。然而对此乔舒亚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表示长枪才是百兵之王，只不过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所低估，所以才造成了剑是最强兵器的假象。闻言马鲁顿时火冒三丈，身为剑术世家的长子，他绝不允许别人侮辱剑术，随即表示像长枪那样的兵器只有战场上那些命剑的士兵才会使用，而真正的贵族根本不屑于使用那种垃圾。眼见课堂上局面失控，老师赶紧出面想要制止，而这时马鲁却提出要与乔舒亚进行实战对练。闻言老师瞬间头大，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贵族，根本得罪不起这些学生，无奈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只好答应下来。而此时的乔舒亚却在心中暗想，正愁没有理由给自己的室友报仇，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主动给自己提供了机会。听闻对练的消息，全校的学生都聚集到了对练场内，都想目睹这个使用长枪的小子会被如何打败。就连伊卡也跑来劝说乔舒亚放弃比赛，因为就算他在对练中打败了马鲁，也会因此遭到马鲁家族的报复。可乔舒亚对此却显得毫不在乎，而是向伊卡提出了打赌，赌约是如果他赢下了比赛的话，伊卡就要答应他提出的一个条件。闻言伊卡立即询问，那如果他输了该怎么办？而乔舒亚却表示自己没想过，因为他根本没打算要输掉比赛。随着对练的开始，乔舒亚紧闭双眼，感受着木枪的气息，脑海中努力回忆起最基础的枪术，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来突破前世未能达到的境界。然而马鲁却并不知道乔舒亚的用意，直接提剑向乔舒亚刺了过去，可下一秒他手中的木剑就碎了一地，随即便失去意识昏死了过去。这一幕瞬间惊呆了观战的众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清乔舒亚是如何出手的，而这一切也正被人群中的艾娜看在眼中。随后立即回到家中联系了自己的父亲格雷斯。格雷斯在听到此事后也感到匪夷所思，没想到这个私生子实力提升的竟然如此之快，看样子阿诺格家族的继承人很快就会变更了。听闻此话，艾娜表示一脸不解，难道一个私生子能打破正统，从皇室血脉的巴贝尔手中抢走继承人的位置吗？闻言格雷斯露出了莫名的笑容，相对于正统而言，阿诺格公爵应该更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另一边乔舒亚已经回到了宿舍，脑海中盘算着如何瓦解学院的贵族团体，而这时伊卡却突然推门走了进来，随即表示斯坦家族已经知道了乔舒亚打败马鲁的事情，他们很有可能会派人对乔舒亚进行报复，并且学院的贵族社团也在伺机而动。对此乔舒亚显得毫不在乎，而是询问起伊卡还记不记得跟自己的赌约。闻言伊卡表示自己当然记得，只是不知道乔舒亚想要什么。这时乔舒亚突然一把抓住伊卡的肩膀，表示他很清楚伊卡拥有的能力，而他想要的东西正是伊卡本人。与此同时，学院的会议室中，贵族子弟都被召集于此，组织者正是维拉斯家族的贝伦少爷，而讨论的内容则是马鲁被乔舒亚打败的事情。此时贝伦表示这家伙的背景深不可测，不但四皇子对他毕恭毕敬，甚至连月之门这样的组织也对他的身份进行了保护。闻言众人皆是一脸震惊，而此时的绿发妹却突然开口，表示就算再强大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软肋，不如先对这家伙身边的人下手。于是一众人马很快找来了乔舒亚的2名室友，二话不说先对2人一顿胖揍，就连一旁的其他贵族学生也对这种场面不忍直视。可打红眼的贝伦却丝毫没有要停手的意思，是要把在乔舒亚那里得到的屈辱都发泄到2人身上。然而此时一个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后，来者正是此次事件的主角乔舒亚。见到乔舒亚出现，贝伦立即把人质踩在脚下，表示他再向前走一步就直接将其废掉。见室友受到威胁，乔舒亚也暂时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一举动也让身后的小弟立马恢复了底气。
随即表示自己这边都是12大家族的子女，凭你一个无名之辈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作对？而贝伦这边更是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家族环节，表示今天要让乔舒亚见识一下自己真正的实力。说罢便将一小瓶蓝色药水滴在环戒之上，下一秒一股红色的能量瞬间在场中爆发。待烟雾散去后，贝伦已然变成了一名穿有钢制盔甲的骑士。这一幕让其他的贵族子弟羡慕不已。同样都是价值几百万金币的 B 级环境，贝伦少爷那枚居然可以做到这么华丽。而此时的贝伦也把手中的钢剑抵向脚下的伊卡，表示自己今天要当着乔舒亚的面把他的朋友废掉。见到伊卡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乔舒亚也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随即直接拿出了自己的家族环节。下一秒，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瞬间席卷全场。待烟雾散去后，众人皆对眼前的一幕震惊不已。只见乔舒亚已然披上了一身骑士盔甲，而盔甲上的花纹正是属于阿诺格家族的专有徽章。见状，贝伦赶忙解释一切都是误会。如果知道他的身份如此尊贵，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来找他的麻烦。可此时的乔舒亚却并不打算再给他机会，直接一拳将他打飞数十米远。见状，一旁的小弟再也没有了往日嚣张的气焰，随即便头也不回的四散而逃。与此同时，汇聚天下魔法师的魔塔之内，魔塔主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则是关于失踪的太古神石。作为所有魔法师梦寐以求的至宝，火系太古石已经被人拿走，而雷系太古石也突然神秘失踪，甚至有传闻说在雷系太古石消失的地方发现了魔剑士的出现，而这名魔剑士却是一名只有9岁的小孩。闻言，众人皆是一脸不可置信。要知道，在此之前被发现的魔剑士寥寥无几，一个9岁的孩子又怎能达到如此境界？此时，冰封之作提出还是先派人打探一下事情的真伪，而魔塔主却表示这件事情已经不用各位操心了，因为早已有人出发展开了调查。行动之人正是觊觎雷系太古石已久的雷电制作皮卡。此时他已经来到了魔石消失的地点黑色森林，并且绑来了管辖当地的胖子领主，从他口中问出了关于乔舒亚的全部信息。这时胖子表示自己在都城的人脉很广，只要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他愿意协助皮卡一起除掉乔舒亚。然而皮卡却根本看不上这个势力之徒，随即直接照出一道闪电送他领了盒饭。带着胖子提供的消息，皮卡很快来到了都城的帝国学院，果然在附近的丛林中找到了正在休息的乔舒亚。看到皮卡的出现，乔舒亚立即明白他是为了雷系太古石而来，随即表示自己已将太古石吸收到体内，想要的话就靠实力来拿吧。说罢便直接聚集魔力朝着皮卡发起进攻。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皮卡竟然随手一接便化解了他的魔力。见状，乔舒亚再也不敢大意，赶紧召唤出自己的神兵洛奇亚。下一秒，只见一把富满魔力的长枪直接飞向皮卡，来不及躲闪的皮卡只能将自己的身体元素化，而这也让他明白眼前这个孩子的实力不容小觑。强大的对手同时激起了双方的战斗欲望，二人史诗级的魔力瞬间交织在一处。然而受限于10岁的身体，乔舒亚还是被震退数米之远。看到乔舒亚落入下风，皮卡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狰狞的笑容，手中再次凝聚魔力，准备赐予乔舒亚致命一击。而此时的乔舒亚也只能选择殊死一搏，使出自身全部的魔力与皮卡正面对抗。下一秒，场中瞬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波动。待烟雾散去后，躺在地上的皮卡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后双眼彻底失去了生机。而此时的乔舒亚也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随即便摔倒在地面昏死了过去。另一边，皇家学院的会议室内，校长为乔舒亚在学院的打架事件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毕竟12大家族的子女在学校吃亏不是一件小事，而且如果不能顺利平息此事的话，皇家学院的名声很可能会因此扫地。此时立即有人起身表示要将乔舒亚开除学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根除学院内的不良作风。然而对此，乔舒亚的班主任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表示那孩子的行为根本不该受到这么重的惩罚。难道因为忌惮12大家族的势力就要毁了一个孩子吗？然而正当众人陷入讨论之时，会议室门外却突然出现2个身影，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父亲阿诺格公爵，而身旁的另一人则是马鲁的父亲布伦斯坦伯爵。看到公爵出现，众人皆是一脸震惊，谁也没想到一个私生子竟会遭到公爵大人的如此重视。但公爵却表示自己并不是为此而来，他只是听说乔舒亚曾对斯坦家族的剑术出言不逊，怕斯坦家族的老家伙来找自己儿子的麻烦，所以才来亲自会这个粗暴的老朋友。而一旁的斯坦伯爵表示自己也是为此事而来，只是如果那孩子没什么真本事就敢侮辱他剑术的话，那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闻言，公爵只是笑了笑，表示放心，我那儿子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学院附近的丛林内，刚刚经历过苦战的乔舒亚也渐渐开始清醒，看着自己大了一圈的手掌，乔舒亚不禁感叹自己的实力终于又进了步。与此同时，帝国学院的校园内，上百名学生已将老师的办公大楼围得水泄不通，要求院方撤销对乔舒亚打架事件的处罚。
得知此事，老师们立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毕竟乔舒亚在校内打伤贵族子女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不把乔舒亚开除学院，很可能会因此惹来12大家族的报复。而此时的乔舒亚也已经回到学院之中，来到众人面前表示自己愿意主动退学。不过在那之前，他会亲手瓦解学院里的贵族社团。闻言，一旁的社团小头目立马来了兴趣，就凭你一个私生子也敢挑战我们12大家族的权势，就不怕你老爹一怒之下将你踢出家门？而此时众人身后却突然传出一道严厉的声音，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父亲阿诺格公爵。公爵表示自己儿子的身份不用他一个外人来评判，如果有人想以此来挑战阿诺格家族的权威，那么他随时都愿意奉陪到底。闻言，2名小头目惊慌不已，毕竟自己家族的地位在对方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事情结束，乔舒亚也跟随父亲来到了房间。公爵表示自己不会反对乔舒亚的任何决定，不过如果他想要离开学院的话，就必须加入皇家骑士团的第3大队。闻言，乔舒亚虽然不明所以，但想到父亲这么做一定是蕴含着某种深意，随即便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下来。而这时，一旁的布伦斯坦伯爵却突然开口了：“既然你们父子2人的事情已经谈完了，那就来聊聊我们之间的问题吧。”话音一落，强大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听说你觉得我斯坦家族的剑术是垃圾，那你应该能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吧？面对大师级的压迫，乔舒亚顿时冷汗直流。不过很快他就凭借太古石提供的力量抵住了对方的杀气，随后一步步朝着伯爵逼近，表示自己并非认为斯坦家族的剑术是垃圾，而是觉得所有的剑术都不如长枪。闻言，斯坦伯爵先是一惊，随后便开始浑身颤抖大笑起来，心想这小子现在就已经有如此实力，如果日后达到了巅峰，自己再将他击败，那种感觉得有多么妙不可言。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阿格诺公爵府内，乔舒亚的继母急火攻心，重病在床。他没想到公爵大人竟然会如此偏袒乔舒亚，而自己的亲儿子巴贝尔又被皇室突然叫走，这一切显然都已超出他的预料之外。这时戚风早来表示夫人不用太过担心，他会亲自前往都城解决一切问题。闻言，继母顿时一脸震惊，因为从皇室下嫁过来的她深知皇宫的危险，她不想戚风会因此而丢掉性命。然而这时戚风却缓缓拉起她的手，只要是为了你，就算付出生命我也心甘情愿。另一边，乔舒亚来到学院准备申请退学，而此时伊卡突然出现拦住他的去路。乔舒亚少爷，我愿意成为你的侍从，如果你要离开学院的话，就请把我一起带走吧。闻言，乔舒亚瞬间陷入沉思，虽然这小子出身贫寒，但也算是个贵族子弟，如今居然愿意屈身成为自己的侍从。而伊卡则表示，像乔舒亚这样的人，以后绝对会超越阿格诺公爵，成为新的大师级人物，而他想做的就是留在乔舒亚身边，证明自己的价值。闻言，乔舒亚直接拒绝，表示皇家学院内部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实力的话，就在我离开后亲自去改变皇家学院的状况吧。而且我并不希望我看中的人只当一个侍从，因为你在我眼中实在太过优秀了。乔舒亚再次来到了皇宫，找到皇家骑士团，想要加入骑士军团，并把他们拉拢成为自己复仇的力量。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众人的无情嘲笑，只因骑士们不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能有入团资格。而乔舒亚则是直接亮出了手上的家族团剑，表示自己是奉公爵大人之命前来参加骑士团的考核。见状，众人纷纷镇住，因为公爵儿子10岁觉醒魔力的事情早已传遍整片大陆，没人愿意为了一个普通的考核而赌上自己骑士的荣誉。更何况，如果不小心打伤这位少爷的话，很可能会遭来阿诺格公爵家族的报复。见众人都不敢接受自己的挑战，乔舒亚立即使出了激将法，嘲讽眼前这些人都是一群畏头畏尾的鼠辈，根本没有资格披上这身骑士的盔甲。果然，这一举动瞬间激起了骑士团的众怒，一名骑士立刻拔剑朝着乔舒亚的方向砍去。见状，乔舒亚直接挥起手中的长枪，下一秒场中瞬间迸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然而随着烟雾渐渐散去，战场中赫然出现另外一名拿着长剑的骑士。身为重生者的乔舒亚一眼便认出了男人的身份，来者正是骑士团第12大队的副队长杰斯。此人在前一世曾是乔舒亚最可靠的手下，每次都会出现在队伍的最前线与他并肩作战。而乔舒亚选择加入骑士团的其中一个理由，便是想要再次与他一起纵横沙场。此时乔舒亚举起手中的长枪，太古神石的雷电之力瞬间席卷全场。见状，杰斯足足愣了2.5秒，没想到眼前的少年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而此时的乔舒亚则是把长枪指向杰斯，我会在5年之内让第12大队成为帝国最强的骑士团，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实现这个目标？另一边，乔舒亚的大哥巴贝尔也已经来到了皇宫，随后皇帝吩咐侍卫拿来一瓶蓝色药剂，并告诉巴贝尔这是提升魔力的秘药，只要喝下它就能超越乔舒亚，成为大陆第1天才的存在。闻言，巴贝尔犹豫半分，但皇命难违，还是拿起药水一饮而尽。喝下药水的瞬间，巴贝尔突然疼痛难忍，摔倒在地。而此时的皇帝则是缓缓走到巴贝尔身前，当年为了把你送进公爵府，所以抹除了你的记忆，而现在也是时候轮到你来报效皇室了。我的好儿子巴贝尔本布里登，你一定要拿到阿格诺家族的继承权，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喝下恢复记忆药水的巴贝尔
尔淡淡的说了一声好，就这样隐藏在平静之下的阴谋正式浮出水面。另一边，凯因听从乔舒亚的吩咐，留在了公爵府，每日都与阿格诺公爵切磋来提升自己的剑术。然而面对帝国9大星辰的公爵大人，凯因在剑术上根本占不到一点便宜。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心意，势必要成为乔舒亚身边最得力的助手。时间飞速流逝，转眼过去了5年之久。这5年里，乔舒亚不但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了男爵之位，更是成为了骑士团第11大队和12大队的双料队长。此时，乔舒亚正准备赶往大皇子的生日宴会，然而刚刚到达宴会厅门口，就发现一群人正在争吵。原来夏罗的家族在近几年遭到了敌对势力的疯狂打压，家族的领土也随着战争损失近半。而此次前来参加大皇子的生日宴会，就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芬迪家族还没有倒下。可刚下马车就被敌对势力的子女拦住了去路。二人在对夏罗一阵冷嘲热讽过后，更是以自己家族的权势要求护卫把他拦在宴会厅门外。见状，乔舒亚立刻大声喝止了护卫的举动，并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闻言，2名护卫还在犹豫，毕竟对方的家族势力也是自己得罪不起的存在。可下一秒，乔舒亚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见状，2名护卫皆是一惊，随后立即服从命令转身离去。而此时的夏罗也跟随乔舒亚前往生日宴会。在进入宴会大厅后，夏罗立即为乔舒亚帮助自己脱困表达了谢意，并表示自己欠阿格诺家族一个人情，等自己家族摆脱困境后，一定会跟父亲登门拜谢。而乔舒亚却表示帮助他只是自己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他现在也已经不再是阿格诺公爵家的人。另一边，一名狼狈不堪的骑士出现在了皇宫门口，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第一侍从凯因。此时他已从阿格诺公爵那里磨练了一身本领，成为了帝国中数一数二的剑术高手。而他见到乔舒亚的第一反应，便是向他诉说自己在这5年里遭受的毒打。看着自己曾经沉着冷静的贴身侍从，乔舒亚很难想象他在这5年里都遭受了什么经历。此时手下的骑士突然传来消息，表示皇宫门外又来了一名客人，而这名客人正是帝国第一的天才谋略家伊达。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与乔舒亚当年的约定，凭借自己的能力成功改变了帝国学院的风气，并且以最优秀的成绩从学院毕业。3大天才少年再次聚集在一起，乔舒亚的复仇计划也将在此刻正式开启。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皇宫大殿内，皇帝正一脸严肃地看向殿下的群臣。在以骑士之国自居的阿巴伦帝国，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参加大师之战，如此岂不成了其他列国口中天大的笑语？而殿下的大臣们皆是一脸紧张，不敢答言，因为参加大师战的都是大陆内顶尖的高手，谁也不想用自己多年累积的功勋去做赌注。然而此时乔舒亚却突然出现在大殿之内，表示自己愿意代表阿巴伦帝国参加大师之战，但在此之前皇帝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那就是允许他离开皇宫并且成立自己的家族。闻言，皇帝并没有直接给出答复，而是突然拔剑朝着乔舒亚的方向砍去。下一秒，强大的能量瞬间在场中爆发，烟雾散去后，大殿中已是一片狼藉。反观乔舒亚早已召唤出自己的长枪挡住了皇帝的攻击。见状，皇帝突然放声大笑，本以为乔舒亚只是一个普通的 A 级骑士，没想到竟然使出了大师级别才能驾驭的心剑。既然这样的话，自己也就不能再把他当成小孩子看了。随即表示让乔舒亚只管放手去做，只要带回令他满意的成果，他就会答应乔舒亚的所有条件。离开大殿后，乔舒亚正在心里规划着下一步计划，身后却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把他叫住。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父亲阿诺格公爵大人。此时公爵表示，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父子2人从未有过联系，而现在要离开了，也不来跟他这个父亲打声招呼，难道还在怨恨自己把他踢出了家族吗？闻言，乔舒亚则表示自己从未怨恨过父亲，因为他心里明白巴贝尔继承家族的事情已成定局，更明白父亲表面是把他踢出了家族，实则是为了保护他们母子2人不被卷入家族的争斗，所以他不但没有心生怨恨，反而要感谢父亲为自己默默做出的一切。闻言，公爵大人一脸欣慰，感叹自己的儿子终于长大了。另一边，伊卡和凯因来到了夏罗在皇宫的住处，在一番恭敬的行礼过后，夏罗表现得一脸不解，不明白这位天才谋略家为什么会突然找到自己，而伊卡则表示他们是奉了乔舒亚男爵之命，特意来协助芬迪家族摆脱目前的困境。闻言，夏罗阴霾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没想到这个外表冷酷的小子居然这么有心。与此同时，离开皇宫的乔舒亚也来到了佣兵工会，想要获取关于佣兵王奥拉夫的相关信息。然而分部长布隆却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在佣兵团只有等价交换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如果想得到奥拉夫的信息，就要完成5星级的委托任务。闻言，乔舒亚瞬间愣住，因为5星级任务的难度不亚于只身挑战巨龙，但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情报，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然而队伍刚刚出发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大批巫妖突然对佣兵团发起了猛烈的袭击。传闻中巫妖乃是高等魔法师死后献出自己灵魂，并以黑魔法附加到肉身之上，才能获得不死不灭之身。而此时大量巫妖同时出现在此地，说明附近一定有黑魔法师的存在。面对巫妖大军的猛烈攻势，佣兵团的众人很快便败下阵来。然而正当众人惊骇之际，一名黑衣法师突然从天而降，下一秒战场中便刮起一阵刺骨的寒风，成群的巫妖也在此刻全部霜冻。见此一幕，众人瞬间镇住，因为那是4级魔法师才能操控的冰霜风暴。与此同时，黑衣之下也露出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来者正是列夫伯爵的千金凯瑟琳小姐。而她跟随佣兵团至此的目的，则是为了讨伐莱卡城中的巫妖之王。闻言，乔舒亚一脸不解，表示那就直接进入城中抓住巫妖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野营呢？而此时布隆却直接否定了乔舒亚的想法，因为巫妖之王并不是真正的巫妖，而是正在攻伐莱卡城池的克伦贝尔家族。原来在5年前的一天，克伦贝尔家族突然单方面向列夫家族宣战，其进攻规模大到足以堪比国战。而列夫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能够安全撤退，更是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对方的骑士军团。从那以后，凯瑟琳就再也没能打听到父亲的消息。然而克伦贝尔家族在获胜之后并没有停手，而是直接又对夏罗所在的芬迪家族开启了领地战。闻言，乔舒亚瞬间陷入沉思，因为如此规模的战争足以给整个帝国造成巨大的损失。难道皇帝对此就没有任何表态吗？对此，布隆却表示，也许操纵这一切的正是当今的皇帝。毕竟克伦贝尔家族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皇帝的忠犬，而且如果芬迪家族也就此倒下的话，那么下一个遭殃的很可能就是阿诺格家族。另一边，几经波折的夏罗等人终于回到了家族领地。然而面对家臣的问候，夏罗却显得心不在焉。原来就在几天前，正在返乡的夏罗等人突然遭遇了不明组织的袭击，而凯因为了保护夏罗，则孤身一人闯入了敌方的阵营，直到现在也没能再次与他取得联系。而此时的伊卡却告诉夏罗不用太过担心，毕竟凯因可是乔舒亚大人身边的第一骑士，仅凭那些人是无法轻易将他打败的。闻言，夏罗也不再言语，随即便跟随家臣来到了会议大厅。在讨论中得知，目前的战况已经来到了白热化阶段，运送物资的渠道已被克伦贝尔家族完全切断，而城中的储粮如今也所剩无几。如此下去，芬迪家族很快就会战败，失去所有领地。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旁的伊卡却突然开口，表示自己有办法来帮助他们摆脱眼下的困境。另一边，佣兵团众人已经开始朝着莱卡城的方向进发。然而就在车队行进的途中，乔舒亚突然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魔气。见状，他立即跳下马车，准备一探究竟。顺着魔气的方向进入一座建筑后，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发光的魔法结界，而结界的后方赫然挂着一名身负重伤的圣光骑士。见状，乔舒亚立即询问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还没等到圣光骑士的回答，身后突然窜出一个面目狰狞的男人，二话不说便直接挥剑朝着乔舒亚砍去。见状，乔舒亚赶忙一个闪身躲避了对方的攻击。然而男人身上散发的气息太过强烈，竟然直接激发了乔舒亚身上的魔性。下一秒，乔舒亚的眼神突然变得疯狂，直接挥出一枪便挑断了对方的手臂。可失去手臂的男人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朝着乔舒亚发起了进攻。见此一幕，乔舒亚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随即直接一枪刺穿了男人的胸口。随着魔气渐渐散去，被打败的男人终于逐渐恢复了神智。原来男人名叫塞恩，生前是斯瓦罗伍帝国中首屈一指的大师级骑士。然而就在一场皇权的争斗中，自己追随的罗纳皇帝被推翻了政权，而他也就此成为了这场阴谋的牺牲品。看着眼前的男人，乔舒亚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丝怜悯，随即表示自己可以让他脱离黑魔法师的操控，并且会陪他一起走完他的复仇之路。不过作为交换条件，塞恩要把自己体内的魔力全部借给乔舒亚使用。闻言，塞恩心里一颤，与其去做黑魔法师的奴隶，还不如和大陆最强的天才一起走下去。说罢便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体内的魔力。然而强烈的魔气很快便引起神圣骑士团的注意，是要在乔舒亚变成魔王之前将他彻底铲除。但就在骑士团准备发起进攻之时，圣女手中的神之泪却突然得到召唤一般，竟然直接飞到了乔舒亚的手里。下一秒，一股强大的胜利瞬间席卷全场。见此一幕，在场的众人纷纷镇住，因为从来没人能够让魔气和胜利同时在体内共存。而此时的乔舒亚则走到众人面前，缓缓开口：“相信各位已经感受到我的实力了吧？如果我真是你们口中的魔物，那诸位认为自己还能活到现在吗？”闻言，众人皆是不敢答言，毕竟对方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架起受伤的队友转身离去。在送走神圣国的众人后，乔舒亚则对一旁的布隆做起了告别，表示既然魔物已经铲除，他也要前往莱茵哈特王国去参加大师之战了。而此时布隆却表示现在还不是道别的时候，因为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说罢，身上瞬间窜出一股强大的雷霆之力，下一秒一身结实的肌肉一览无余。原来布隆早已到达
达了大师境界，而参加大师之战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佣兵团本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组织，但佣兵王奥拉夫为了自己的利益早已成为皇帝的走狗，佣兵团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开始偏离轨道。而大师之战有一个特殊的奖励机制，获胜者可以公开挑战9大星辰或12超人。身为佣兵团二把手的布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如果能在大师战获胜的话，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挑战身为12超人的奥拉夫，打败他并带领佣兵团重回正轨。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芬迪家族领地内，伊卡正一脸愁容地站在城墙上，只因补给物资的车队已经失联了2个半月，如果物资再不能送达的话，他们的局势将会彻底陷入绝境。而此时，芬迪家族的加陈纳尔来到伊卡身边，表示现在的局势很明显，克伦贝尔家族对我们的计划早有察觉，看来你那了不起的手段也快到极限了。面对奈尔的嘲讽，伊卡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示运送车队的路线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如果物资出现意外的话，就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芬迪家族内部出现了奸细。正在二人针锋相对之时，城下突然喧哗声四起，运送物资的车队已在此时回到了领地，而夹杂在人群中的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此人正是乔舒亚的第一护卫凯因。原来就在前几日，击败刺客的凯因正准备赶往芬迪的家族领地，然而路上正巧遇到被围攻的物资车队，在确认车队隶属于芬迪家族后，他便直接出手帮助车队解决了危机。看着凯因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夏罗激动得热泪盈眶。自从上次走散以后，他的心里就一直处于自责之中，如今看到他能安全回来，真是再好不过了。正当众人寒暄之际，侦察的士兵突然传来紧急消息，布城的江面突然结冰，克伦贝尔家族已经跨过冰面，朝着领地发起了进攻。来了，期待已久的大师之战终于开赛了。抽签大会上，选手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只因此次比赛又增添了新的奖励机制，获胜者不但可以获得挑战9大骑士的资格，更可以成为中立国莱茵哈特国的国王。而我们的主角乔舒亚在第一轮比赛便抽中了罗武帝国的首席骑士艾伦。然而面对声名远震的对手，乔舒亚的眼中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怯色，反而直接提起神枪洛奇亚朝着对手刺了过去。突如其来的一枪显然让艾伦有些措手不及，慌忙举间隔挡才勉强抵住了乔舒亚的进攻，但长枪传来的力道让他实在难以招架，心里不禁开始猜测眼前的少年到底什么来头。可还没等他喘口气的功夫，乔舒亚的长枪便再次来到他的面前。见状，艾伦赶忙闪身躲避，然而连续的失利让他再也不敢随意轻敌，随即便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下一秒，大师级的魔力便覆满整柄长剑，而此时的乔舒亚却在嘴角露出一抹微笑，因为在前一世，长枪一直只是他手中用来杀戮的工具，所以他非但没能使长枪被定为出色的武器，反而让他在世人眼中成为了邪恶的代表。如今在强者如云的大师赛中，正是他向世人证明长枪的最好机会。想到这里，乔舒亚直接掷出手中的长枪，下一秒长枪便化作一道利刃飞速冲向艾伦。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波动过后，只见乔舒亚手握长枪赫然出现在战场中央，而枪尖之下的艾伦也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在看台上观众的欢呼声中，主持人也宣布了比赛的结束。而在比赛中获胜的乔舒亚也获得了裁判的认可，成功进阶为大陆史上最年轻的大师级骑士。回到房间后，乔舒亚召唤出了之前收服的亡灵骑士塞恩，表示自己现在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帮助自己去做。闻言，塞恩表示尽管开口，既然我已经选择了效忠于你，那么不论你有什么命令，我都会全力以赴。另一边，贝伦克尔家族利用结冰的江面对芬迪家族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然而随着佣兵王奥拉夫的加入，芬迪家族很快便在对战中败下阵来。凯因也在战斗中砍断了自己手中的长剑。面对奥拉夫的全力一击，凯因只能在绝望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然而随着一阵强大的能量波动过后，一个身影赫然出现，挡住了奥拉夫的巨斧。来者正是接到乔舒亚命令的亡灵骑士塞恩。然而还没等奥拉夫做出反应，一阵强大的魔物瞬间席卷全场。待魔物散去后，塞恩已经带着凯因不见了踪影。见此一幕，奥拉夫瞬间来了兴趣，没想到芬迪家族居然还隐藏着这样的高手。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莱茵王国内，凯瑟琳已经来到了乔舒亚的房间，对乔舒亚顺利赢下第一场比赛表达了祝贺。但乔舒亚并没有对凯瑟琳的祝贺做出回应，而是一把将她抱进自己的怀中。见状，凯瑟琳赶忙挣开乔舒亚的手臂，表示天色已晚，自己也该回去了。而此时的乔舒亚却缓缓解开了自己的衣口，